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陆太太是来离婚的》之庸辩诊育良故事解说。温逸是温家刚认回的亲生女儿，回归家族没多久，就闹出了一桩轰动周遭的风波。人人都知道，陆泽明和青梅萧晴早已定下亲事，即将谈婚论嫁。可温逸却突然和陆泽明走到了一起，一时间流言四起，争议不断。温家人怒不可遏，当即找到陆泽明讨要说法，控诉他毁了温逸的清白，强硬逼他迎娶温逸，否则就去他的工作单位举报，毁掉他的前程。迫于重压，陆泽明只能仓促与温逸成婚。婚后毫无留恋，立刻返回工作驻地。这段潦草的婚姻仅有一次亲密交集，却让温逸意外怀上了孩子。无依无靠的他，靠着陆泽明母亲留下的100块钱作为启动资金，摆摊谋生，慢慢攒钱，凭借勤恳与头脑，成功盘下镇上一家濒临倒闭的服装厂。与此同时，他坚持运动减肥，用心经营生活，渐渐过上了有钱有闲，无需依附婚姻和他人的自在日子。安稳顺遂的生活并未持续太久。一次，温逸前往服装厂视察时意外摔倒，再次睁眼，脑海中突然涌入完整的未来剧情，他彻底觉醒了自己的人生剧本。温逸这才知晓，自己穿进了一本虐恋言情小说，身份是书中疯批金圈佛子男主陆衍洲的炮灰亲妈。他清晰预见了自己的结局，年仅40岁便葬身郎妇，凄惨离世。细细推算，他距离死亡仅剩15年。巨大的危机感席卷全身，他当即下定决心改写命运，首要目标就是和陆泽明离婚，彻底脱离这段错误的婚姻。温逸火速赶往车站，急切要坐车前往49城办理离婚。一旁的小文知青见状十分感慨，直言7年了，温逸总算想通。他早就觉得温逸和陆泽明并不般配。小文知青满心欢喜，打算立刻给陆泽明发电报报喜。温逸连忙解释，自己此行名义是驻地视察工作，并非只为离婚。可小文知青执意要陪同前往，不顾自己原本要留守照看孩子的约定，直言放心不下孩子可以随时折返。说完便直接登上了前往驻地的火车。另一边，陆泽明的下属接到杨树村村支书的电话，得知温逸今日要来驻地，立刻上报给陆泽明。陆泽明神色瞬间沉冷，他早已打定主意让温逸一辈子留守乡下，安分度日。没想到对方执意进城，为了避开温逸，他当即调整工作安排，将次日任务交接给老宋，决定提前1日带队出发。半小时后，部队全员整装待发。驻地士兵私下议论纷纷，都知晓陆泽明极度厌恶自己的妻子，常年对外评价他又胖又丑，配不上自己。众人都默认等陆泽明离婚后，会和气质出众的萧晴走到一起。老兵连忙制止众人闲谈，坦言陆泽明的妻子是驻地禁忌话题，万万不可随意提及。队伍准时出发赶路，途中一名路人好奇询问士兵此行目的，士兵耐心告知是外出执行视察任务。此时的温逸已经抵达驻地附近，心中默默祈祷能赶上见陆泽明一面，可终究晚了一步，队伍早已整装启程。行进途中，几名年轻士兵瞥见容貌明艳、气质出众的温逸，瞬间被吸引，纷纷惊呼撞见了大美女。还有人隐约觉得眼熟，却始终想不起身份。带队长官见状立刻训斥众人，让大家把这份专注用在工作上，全力以赴完成任务。有士兵猜测温逸是要搬入大院居住，立刻被旁人否决。众人都笃定大院没有这般出众的家属。有人联想到今日是陆泽明妻子到访的日子，大胆猜测却瞬间被众人反驳。所有人都深信传言里陆泽明的妻子土气丑陋，和眼前的女子判若两人。温逸独自走到驻地门口，被执勤士兵拦下。他坦然说明来意，要找陆泽明。士兵随即告知他，陆泽明已经带队外出执行任务。紧赶慢赶的温逸终究还是晚了一步，满心失落。当他自报身份，表明自己是陆泽明的妻子时，士兵满脸震惊，彻底打破了此前陆泽明妻子又土又丑的固有传言。士兵随即指引温逸前往大院2排6号的陆家住所。温逸顺势询问陆泽明归期，对方表示归期不定，快则1月，慢则3、5年。得知情况后，温逸决定先在大院暂住1月，若陆泽明仍未归，再返回杨树村等候。临走前，他将随身带的优质香瓜送给士兵道谢。士兵看着他的背影，有种感慨传言虚渺，真人远比传闻出众。温逸顺利找到陆家，看到门口玩耍的小朋友，温柔确认住址无误，还许诺后续给孩子们买糖。刚走进家门，年仅7岁的陆衍洲就满脸戒备地厉声质问他的身份，不许他随意闯入。温逸一眼认出，这就是自己的儿子，也是未来的疯批佛子男主。看着小小年纪就孤僻冷硬、满身戾气的陆衍洲，温逸暗自感慨，这般扭曲的性格，也难怪长大后会偏执乖张、性情疯批。他温柔表明自己是他的亲生母亲，可陆衍洲全然不信，
冰冷反驳自己的母亲早已过世，对他充满抵触与疏离。争执间，陆衍州严肃警告温逸，绝对不准触碰他身上的佛珠。温逸瞬间反应过来，这串佛珠是萧晴所送，也是陆衍州日后性情扭曲、偏执成佛子的根源。他清晰记得剧情，陆泽明与自己成婚后，萧晴另嫁生女，丈夫牺牲后便重回陆泽明身边纠缠不休，刻意用各种方式影响年幼的陆衍州。经过一天一夜的火车奔波，温逸身心俱疲，耐心和陆衍州沟通，让他收好自己的私人物品，自己只想好好休息。可执拗的陆衍州却因为被韩小屁孩耿耿于怀，纠缠不休，不肯离开房间，执意追问温逸口中那样的小孩到底是什么意思，闹得温逸无可奈何。不多时，佣人陈秋花推门进屋送饭，看到躺在床上的温逸，十分诧异，当即质问他的身份。温逸表明自己是陆泽明的妻子后，直接询问每月伙食费标准，直言不爱吃桌上的清炒黄豆，吩咐晚上炖排骨，费用不够可以自己补差。陈秋花态度生硬地告知，陆泽明每月给他30块，只要求他负责陆衍州一日3餐，其余一概不管。温逸满心不满，当下普通农民月收入仅有10几块，陈秋花拿着高薪，却日日敷衍孩子吃清炒黄豆，全然是把陆泽明当成冤大头。陆衍州也当场发脾气，控诉陈秋花明知自己不爱吃黄豆，却日日做这道菜敷衍。陈秋花毫无愧疚，反而搬出萧晴当借口，声称这是萧晴的安排，萧晴最关心陆衍州，让他不要违背。温逸彻底看清了大院扭曲的相处模式，心中格外不满。他懒得计较饭菜，索性自己吃完了桌上的黄豆。看着依旧空腹的陆衍州，当即决定带他去萧晴家吃饭。陈秋花立刻阻拦，搬出陆泽明的规矩，禁止陆衍州去别家吃饭。温逸全然不惧，直言萧晴是孩子的情谊，不算外人，无需被死板规矩束缚。一行人来到萧晴家中，刚进门就有人传话，不让陆衍州吃饭。众人随即解释大院的奇葩规矩，萧晴的女儿徐心怡若是不肯吃饭，作为哥哥的陆衍州就要被罚饿肚子反省，只因哥哥没有尽到照顾妹妹的责任。温逸听闻后怒火中烧，7岁的陆衍州尚且自顾不暇，需要被呵护，众人却强行将照顾妹妹的责任压在他身上，还动辄罚饿体罚，实在荒唐至极。在场邻居纷纷劝解，称这是陆泽明和萧晴定下的家规，让初来乍到的温逸不要干涉。这番排外的说辞彻底激怒了温逸，他当场强硬表态，如今自己来了陆家，家里的规矩就由自己说了算，再也没人能随意惩罚管束陆衍州。邻居依旧不服，声称自己照顾陆衍州4年，陆泽明从未有异议，温逸不该随意破规矩。温逸不愿争辩，直接放话当晚所有人都不准吃饭。众人瞬间慌乱，不敢轻易招惹。温逸随即带着陆衍州径直落座萧晴家中，气场十足，当场吩咐旁人给陆衍州盛饭，直言谁敢让孩子饿肚子，自己就让谁都不得安宁。萧晴一方的人无言以对，拿不出任何明文规矩，只能乖乖照做。陆衍州看着强势护着自己的妈妈，忍不住吐槽萧晴惹人讨厌。徐心怡委屈撒娇，控诉陆衍州纵容温逸欺负自己。陆衍州难得温柔道歉，反差模样让温逸忍不住调侃他没良心。用餐过后，温逸带着陆衍州离开，临走前严肃警告众人，日后若再有人克扣、苛待陆衍州的伙食，要么吐出多年从陆泽明手中拿的好处钱财，要么所有人一起挨饿，谁都别想安稳度日。随后他立刻吩咐李爷爷前往邮局发电报，将大院的荒唐规矩、陆衍州受的委屈全部告知陆泽明。萧晴见状又气又急，抢先让人拟写电报，刻意歪曲事实，颠倒黑白，向陆泽明告状，谎称温逸初到大院就欺负徐心怡，大闹萧家，辱骂长辈，催促陆泽明速速归来处置。与此同时，外出执行任务的陆泽明一行人遭遇突发状况，连日降雨引发洪水，冲断了前方铁路。列车广播通知乘客，轨道正在紧急抢修，列车需在前方城市滞留等候，至少停留2-3天。队伍就地休整，一名女同志贴心将自己的盒饭让给萧晴，身旁士兵纷纷打趣，羡慕陆泽明能有萧晴这般贴心的人照顾。众人调侃陆泽明刻意避开萧晴，不肯收下饭菜，是担心将士们分心，心疼萧晴辛苦。陆泽明全程神色冷淡，不耐烦让人拿走盒饭，拒不接受。下属趁机调侃陆泽明，知晓温逸已经住进大院，好奇他刻意躲避的缘由。众人都以为陆泽明因心系萧晴，被迫成婚，一直想要和温逸离婚。可陆泽明却首次正面回应，自己从未想过离婚，只是不知该如何突然面对凭空出现的妻子。另一边，留守大院的温逸满心憋屈，感慨自己觉醒剧情，辛苦打拼出安稳生活，
本想改写炮灰结局，却深陷一地鸡毛，还要费心调解家庭矛盾，照顾叛逆的儿子，着实吃力不讨好。看着当下时代供销社售货员仗着铁饭碗傲慢刻薄的模样，他暗自惋惜。政策未落地，无法办理私人营业执照，不然以自己的经商能力，定然能闯出更大的事业。瘟疫外出采购物资时，在供销社偶遇熟人苏清桥。苏清桥语气刻薄，满心嘲讽，调侃瘟疫如今发达，贵人多忘事。瘟疫回忆起过往，当初温家找回原主，带土气普通的原主参加宴会，全场世家子弟嘲讽讥笑，唯有苏清桥假意亲近，虚情假意。苏清桥直言自己和瘟疫一样，都是为了前程妥协。瘟疫为了温家人回城设计接近陆泽明，自己也嫁给了顾世杰谋求生路。随后他热情推销店内紧缺的鲜肉、零食、米面等物资，劝说家境宽裕的瘟疫采购补身体。瘟疫担心搬运不便，苏清桥主动提出送货上门，瘟疫便将各类物资尽数买下。送货途中，路人纷纷议论苏清桥的处境。她嫁给顾队长3年，丈夫常年不归，她日复一日送饭，最后饭菜都落到孙医生手中。2个月前，她因招惹孙医生，还被顾队长当众掌掴20下，逼迫下跪道歉，处境难堪。瘟疫听闻，感慨两人半斤八两，各有各的婚姻不幸。物资送达家中，瘟疫饥肠辘辘。他看着依旧别扭冷漠的陆衍舟，心中感慨：嘴硬心软的孩子最是好拿捏，稍加温柔便能慢慢捂热。陆衍舟看着满桌食材，难得主动提出帮忙干活，还认真说出女孩子是用来宠的，不用干粗活的暖心话语，让瘟疫格外意外。难以想象日后冷酷偏执的疯批佛子，幼时竟如此柔软。瘟疫温柔婉拒，告知自己是大人，理应照顾年幼的他。为拉近亲子关系，他主动陪陆衍舟玩石头剪刀布，赢了就分给孩子糖果，两人嬉笑打闹，屋内难得充满欢声笑语。玩耍过后，瘟疫亲手做饭，叮嘱长身体的陆衍舟多吃饭菜。用餐时，陆衍舟依旧纠结过往的疑问，小心翼翼询问自己是不是别人口中的坏孩子。他低声倾诉心声，坦言所有人的过错都能归咎到他身上。徐心怡不吃饭，陈奶奶不开心，都是他的错。从来没有人真心喜欢自己。看着敏感自卑却爱委屈的儿子，瘟疫满心心疼，温柔安抚他，直言自己十分喜欢他，夸赞他乖巧懂事，还坦诚自己并不擅长做饭，真心夸奖他能干。得到偏爱与肯定的陆衍舟瞬间展露笑颜，心情豁然开朗。瘟疫看着大口干饭的儿子，满心酸涩感慨。年仅7岁的陆衍舟常年饥一顿饱一顿，受尽委屈。父亲陆泽明常年缺位，任由旁人苛待亲生儿子，实在失职。他更加坚定，必须让陆泽明知晓家里的所有荒唐事，知晓儿子承受的所有苦难。次日，瘟疫再次前往邮局，打算给陆泽明发电报说明实情。陆衍舟黯然劝阻，告诉他一切都是徒劳。父亲外出执行任务，从不接收任何书信电报。自己曾经高烧40度，老师发电报求助，陆泽明都未曾归家探望。即便知晓如此，瘟疫依旧没有放弃。他温柔告知陆衍舟，陆泽明回不回来是一回事，知晓真相，认清自己的失职是另一回事。可抵达邮局后，工作人员告知瘟疫，陆泽明出发前早已明令禁止接收他的所有书信电报，刻意封锁一切消息。瘟疫瞬间怒火攻心，彻底看清了陆泽明的态度，刻意躲避，刻意隔绝，一心无视自己和孩子。他暗自吐槽，也难怪陆衍舟长大后性情扭曲，最终将陆泽明送入精神病院。这一切都是陆泽明自作自受，咎由自取。邮局工作人员假意好心，提议帮他将信件转给萧晴代为转交，被瘟疫直接拒绝。对方随即告知瘟疫，自己早已将他大闹萧家、苛待徐心怡的事情电报告知萧晴，只等萧晴转告陆泽明，他就要接受处罚。瘟疫彻底心寒，终于明白陆泽明身边的所有人都把自己当成可以随意污蔑、拿捏的软柿子，从来无人顾及他和孩子的处境与感受。此时滞留途中的陆泽明收到了萧晴歪曲事实的告状电报，萧晴对着陆泽明百般哭诉，谎称瘟疫无故闯入家中，抢走徐心怡的饭菜，吓到年幼的女儿，还当众辱骂阻拦的陈妈和李叔，蛮横不讲理。他假意担忧，害怕瘟疫得寸进尺，日后会将自己赶出大院，霸占陆家一切。一旁的李叔连忙帮腔作证，声称电报内容句句属实，绝无虚假。萧晴就是重提，刻意提醒陆泽明，当年瘟疫就能设计下药逼他成婚，心性本就歹毒，如今欺负孩童，大闹大院，更是本性暴露。苦苦劝说陆泽明不要再偏袒，在萧晴的不断挑拨下，陆泽明最终松口。
答应立刻返程回大院处置瘟疫。萧晴瞬间面露得意，心中笃定，回去之后必然不会让瘟疫好过。另一边，瘟疫带着陆衍舟外出，发现孩子低血糖，身体不适，连忙温柔叮嘱他不必硬撑，年纪尚小，还不是真正的男子汉，无需强行逞强。陆衍舟满心困惑，忍不住向瘟疫发问：为什么所有人都告诉他，身为男孩就要坚强，毕生职责就是保护徐心怡，可瘟疫的教导却截然不同。长久以来被灌输的扭曲观念和瘟疫带来的温暖包容形成强烈反差，让年幼的他满心疑惑，也第一次感受到了被偏爱、被呵护的滋味。